来关注中美关系。针对近日多家美媒密集报道所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几周内访华的消息，中国外交部曾以没有可提供的消息予以回应。而美国政治新闻网8号则有些言之凿凿地声称，布林肯计划最早下周访华。美国媒体一再放风其首席外交官即将访华的消息，究竟想释放什么信息？中国外交部9号在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相关提问时，也再次强调，中方有关对话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但美方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我们更关心美国是怎么做的。美国政治新闻网8号援引2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最早于下周访问北京。据报道，这2位知情人士都要求报道中对其匿名处理，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公开谈论此次外交行程。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还具体地提及，布林肯在结束其正在进行的中东之行后就将抵达北京。而布林肯8号在与沙特外交部长费萨尔共见记者时特别提到，我们不要求任何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有分析认为，美媒一再通过各路媒体放出布林肯访华的风声，更凸显了拜登政府的着急甚至焦虑，急于派出最高外交官来摸清中国的底，以制定接下来的对华政策。布林肯本人也正在努力为他期待的访华行程营造良好气氛。针对布林肯所称不要求任何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9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希望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外交机构切实执行布林肯国务卿不要求任何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的承诺，真正以开放包容心态看待各国发展对华关系，停止四处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停止胁迫盟友限制对华芯片出口，停止以利益为诱饵逼迫他国放弃推进对华合作，停止散布中国债务陷阱等虚假消息。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曾经说过，衡量朋友真正的标准是行动，而不是言语。我们关心美国是怎么说的，更关心美国是怎么做的。美方他还是急切的想构建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沟通的渠道，用他们话来说就是管理竞争。那么一方面这个是他们国内的一个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国内商界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拜登政府他考虑到盟友，他也是希望中美能够妥善的解决一些分歧问题，不要让美国的盟友包括一些其他的第三方国家造成这种选边站。盟友给他压力之后呢，美方也要做出一个姿态，就觉得说要让国际社会看到美国确实是在做出一些努力，我们要跟中国打交道这样。而在回答中方对跟美国对话合作持何态度的提问时，汪文斌表示，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对话沟通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为沟通而沟通，更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当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一边声称要建立护栏，一边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他做出了一系列举动，包括出口管制啊，包括一些制裁啊，他的动作，包括未来他可能还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限制性的措施、胁迫性的措施都会出台。美国在这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些举措，而只是嘴巴上说要和中国进行沟通、管理竞争，我觉得这个中方是不可能接受的。然而，美方一方面做出积极寻求对华接触的姿态，一面又不放弃遏制打压，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华尔街日报》8号放出所谓中国将在古巴建设间谍基地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美媒接连跟进炒作。报道声称，有熟悉机密情报的美国官员透露，古巴已和中国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允许中国在古巴一座岛屿上建设电子窃听设施。据官员所称，该岛屿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仅约160公里。若设施建成，中国能够收集位于佛州的美国军事基地的情报，并监控船只交通。这些美国官员还煞有介事地声称，两国已达成原则性协议，为获取许可，中国已同意向古巴支付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美国知情官员的话称，相关情报是在最近几周收集的，很有说服力。但这些官员们拒绝提供更多细节，也不愿透露间谍基地是否已经开始建设。
毫不意外，美国一些反华议员又宛如捡到宝，立马上演捕风捉影、闻风而动的戏码，借机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民主党籍的美国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和共和党籍的副主席卢比奥发声明称，他们深感不安，敦促拜登政府采取措施，防止这种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主权的严重威胁。多名美情报官员也来凑热闹，将该消息夸大为一件大事，还大肆渲染称，若基地建成，古巴将成为中国收集美国情报的滩头阵地。不过，针对《华尔街日报》的相关炒作，连五角大楼都看不下去了。发言人莱德8号当天对报道予以否认。That reporting, I can tell you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that is not accurate. That we are not aware of China and Cuba developing any type of spy station. Separately, I would say that the relationship that those two countries share is something that we continuously monitor.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在接受美媒采访时也表示，我们看到了这份报告，这是不准确的。同一时间，古巴驻美使馆和古巴外交部也发生驳斥。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科西奥8号在推特发布声明，斥责《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虚假且毫无根据。Calumnias de este tipo se han fabricado con frecuencia por funcionarios de los Estados Unidos, aparentemente familiarizados con información de inteligencia. Todas son falacias promovidas. 值得注意的是 CNN 和路透社还在报道中提到，所谓中国将在古巴建设间谍基地这一消息的传出，正值拜登政府有意恢复中美高层沟通，并寻求布林肯访华之际。作为美国大报的《华尔街日报》此时为何要造这样的谣，引发舆论关注。有分析认为，不排除美国国内有些势力就想破坏中美关系。尽管美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选择密集辟谣，似乎是不希望此次古巴监听站的谣言再影响布林肯的工作，但这也说明中美关系的改善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尤其是美国国内的挑战，更说明了到底是谁在真正破坏两国关系，影响世界和平。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9号在回应相关提问时指出，众所周知，造谣污蔑是美国的惯用伎俩，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是美国的专利。美国还是全球最强黑客帝国，名副其实的监听大国。美国长期非法霸占古巴关塔那摩基地，从事不可告人的勾当，对古巴实施长达60多年的封锁。美国应该反躬自省，停止打着自由民主人权旗号干涉古巴内政，立即取消对古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多做改善美古关系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美国一方面它是在没牌可打的情况下去打出一些牌，制造一些牌来打。美方政府层面这么希望迫切的想跟中国进行沟通的情况下，突然爆出这种新闻，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是美国有一派新冷战分子，包括情报界，可能情报界是不是背后有这推动？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美国要打扫干净自己的屋子，他要把自己国内的这些各派势力的竞争要管理好。另外，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8号通过了一部所谓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要求国务卿布林肯致力于争取在美国参与的国际组织中取消中国享有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该法案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2大经济体，不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早在2020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取消25个经济体的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其中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观察指，美国停止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行为，标志着美国在往后与中国的贸易中，可能将不再适用特殊和差别待遇，而按照发达国家标准进行。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在与美国的贸易中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9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美国想把发达国家的帽子强加给中国，不是出于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肯定，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把剥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也有坚实的国际法基础，不是美国国会的一纸法案能够一笔勾销的。
汪文斌表示，无论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是联合国会费和维和摊款缴纳额度，中国所做的贡献都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美国抹杀不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也阻挡不了中国迈向民族复兴的坚定步伐。美方与其为如何让中国戴上发达国家这顶帽子伤脑筋，不如早点摘掉自己头上大凌大倒这顶帽子。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其实一方面就是要让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包括减排的责任等等，让中国去为西方国家历史上的一个排放去买单。那这个显然中国是不能接受的。另外一方面，它还是它构建一个所谓的全球南方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把中国排除在发展中国家外面，所以它就是其实要构建一个排除中国的一个国际经济秩序，其实就是脱钩的另外一种版本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媒称国务卿布林肯将在下周访华，您对此如何看？美国政治网站它的最新爆料呢，这意味着美国媒体在热炒的布林肯的所谓的访华行程又提前了。前2天呢 CNN、NBC 等等美国电视大台他们的说法呢是在几周之内。那么我想这也从一个侧面来见证当下全球最重要双边关系交流对话这个议题它的热度。美方的高官呢近来反复在就此说事儿，或者呢是在向媒体喊话来表达访华的意愿。绰号印太战略沙皇的美国国安会的印太事务专员坎贝尔，他周3呢也在华府智库 CSIS 发表演说称，中国应该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建立对美沟通的渠道。那么相会破局没有能够实现中美防长的双边会晤，俨然呢让美方现在是各种委屈与不甘。所以政治网站呢，他形容布林肯访华呢是所谓延宕已久的北京行程。那么目前美中官方都没有对此回应确认。中国驻美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应美国媒体查询时呢，也仅声称说中国对于美国对话是持开放态度。我想这意味着在中美正式官宣或者是说法出来之前，美国媒体爆料潮呢还会继续。那么布林肯访华倒计时的周期会不会进一步缩短至天？那么大家不妨拭目以待。那么至于中方对于美中高层交流的立场和态度，我认为谢峰前天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发表的那一场主旨演讲，已经呢讲得很全面、很透彻了。这其中最紧要的是这3句话：一边把对方放在制裁的名单，一边要求对话合作，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无疑是再次回应美中防长相会没有实现会晤的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美方对于中国防长不合法、不合理也不合宜的制裁，它的实际后果就是对美方寻求对话努力的一种自我制裁。那么谢峰他强调的第2句话是，为了对话而对话，谈归谈，做归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适得其反。美方连出动最先进的战机击落拜登在广岛公开吐槽的所谓傻气球之后，五角大楼就开始放风，说防长与参联会主席联系中国军方高层无果，电话一直打不通。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谈归谈，做归做的困境。气球实际上并不傻，傻的是美军小题大做、歇斯底里的荒唐应对。打气球的傻事都已经干了，那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谢峰最后特别强调全过程管理。那么既然是全过程，那就包括访问前后与访问行程本身，它的潜台词美方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布林肯周4和沙特外交大臣共同见记者，强调不要求沙特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那这也是在向中方喊话吗？布林肯访问沙特3天，他是为修补美沙关系而来的。布林肯他是在被问到沙特和中国关系升温对于美国是否构成所谓的问题挑战时，他发声否认要求选边站的。布林肯的原话是 ：“We have been very clear. We are not asking anyone to choos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我们对此很明确，不寻求任何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他也强调，沙特和美中2国的交往并不是零和博弈。那么看布林肯的这样一个表态，还是要回到谢峰在美国演说特别强调的那一句：谈归谈，做归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还会适得其反。布林肯他的最新说法到底有多大程度是出自他的本意，能不能取信于沙特以及其他国家？我想这要看美方如何做。美国总统都访问沙特了，但是美国媒体当时热议的一个话题却是拜登呢，该不该在访问中见王储？如果见了，他能不能和这位王储握手？这对东道国当然是极大的一个羞辱。拜登访问沙特被称作是求油之旅，但是呢，美国摆出来的姿态俨然就是居高临下的恩赐与胁迫，难怪沙特王储咽不下这口气。当然了，沙特王储他有底气对美国说不，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中东地缘格局正在发生巨变。那么如果交叉验证的话，美方所谓私下断交警告情报发出之时呢，沙特和伊朗在中国大力斡旋之下启动复交金城的这个秘密接触和对话，大概率已经在进行中。那么中东不再是美国凭着军事与美元霸权就可以主导一切的那个中东了。那么这是布林肯在沙特无赖表态，无意寻求任何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一个真实的背景。多家美媒报道，中国计划在古巴建立针对美国的窃听站，您对此如何看？这么不靠谱的报道能够出街，而且呢，类似《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大报都在援引所谓的知情官员的说法，在密集的爆料，实在让人对美国媒体的职业操守无语。在我看来，美国政坛乃至新闻界舆论场上的哈瓦那综合征现在又发作了，而且呢，出现了新的症状。何为哈瓦那综合征呢？也就是英文所谓 Havana Syndrome。那么意指呢，美国政府官员和军事人员在国外遭遇的一系列原因不明的神秘症状。那么这些个症状五花八门，严重程度不一，从全身疼痛到耳鸣不止，乃至认知困难、无法工作等等等等。2016年首次呢，由美国和加拿大驻古巴哈瓦那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报告，那么由此呢得名。特朗普上台之后，在中美关系因为贸易战全面紧绷之际呢，美方也曾经一次性的撤回11名在华外交人员，其中有9人来自广州的总领馆。当时美国媒体的一个普遍说法就是呢，美国在华外交官因为外力感染怪病。至于哈瓦那综合征，它的成因，美国媒体说法就更是多了去了，其中最常被引述的就是所谓的脑波攻击，而它的发病地那么是美国驻一众对手国的使领馆，包括古巴、俄罗斯、中国等等等等。但是扰攘7年之后，哈瓦那综合征的这个闹剧演不下去了。今年3月1号，美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女士发布声明称，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美国对手国家极不可能参与导致哈瓦那综合征的全球行动。声明一出，可以说舆论哗然，网友群嘲，甚至有人跟帖起哄，我也得过哈瓦那综合征，但是呢，医生说那叫水土不服。现在看来，美国还是有媒体在刻意要续写哈瓦那综合征的这个剧本，而且呢，反华派议员卢比奥又在伙同国会山的同事在发声明，所谓表达关切，要求调查。前一天，他刚刚和另外几个议员发表致布林肯的公开信，要求以制裁为名取消对香港特首参加今年 APEC 会议的邀请。好在呢，这回白宫还算清醒，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已经明确宣布，监听站传闻的始作俑者《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报道不实。我读了报道，但是呢，它并不准确。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卢比奥们这些个美国政坛的反华派，他们如何接力演这一出闹剧？美国主流媒体又是怎样来打配合？大家不妨接着看戏吧。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于6月9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9号上午，卡斯特罗一行抵达首站上海。此访是中洪建交2个多月后，洪都拉斯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规划和引领中洪关系未来发展。
卡斯特罗乘专机抵达上海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等在机场迎接。上海老爵士乐队以一首洪都拉斯歌曲《洪都拉斯歌声与生活》欢迎他的到来。深圳卫视注意到，洪都拉斯总统历史性访华的首站，与同为拉美国家的巴西总统卢拉4月访华时一样，都选择了上海。外界普遍认为，卢拉访华取得了丰厚的经贸合作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双边关系。卡斯特罗访华之行由上海开启，又将为中洪合作展开怎样的历史新篇章？外界也在期待。我想主要是2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这个中心经济城市，在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这个金融机构和这个大型的这个国有企业和这个民营企业，很有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赴洪都拉斯投资兴业的一个主力军。从另外一个层面呢，也反映出洪都拉斯总统对深化中洪的这种经贸关系，特别是加强务实合作的一种强烈的这个愿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上海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这个进程中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我想作为他首次访华之旅，也是想亲眼去见证一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成果。就在卡斯特罗来华前，6月5号，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中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举行了开馆仪式。洪副总统、外长、副议长及多位部长亲自到场，共同见证两国关系的历史性时刻。同日，卡斯特罗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将带着特殊使命访问中国。洪都拉斯的重建需要新的政治、科学、技术、商业和文化事业。洪外长雷纳预告，届时双方将签署一系列备忘录、文件和框架协议。洪都拉斯位于中美洲北部，面积不足12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200万。虽然经济较为落后，但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建交2个多月来，中洪双方在经贸、农业、科技、文化、媒体等多领域迅速对接合作，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比如，中方已快速批准洪都拉斯几种重要产品的准入，如咖啡、虾和香蕉等。观察认为，此次卡斯特罗访华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将继续提速。此次卡斯特罗的访华团中也有不少洪都拉斯商界人士，希望此行能够扩大对华出口，吸引中国赴当地投资，为当地创造就业。其实我们从中洪建交短2个多月的时间，就能够看出两国外交关系这样一种建立，打开了两国因为政治阻碍、长期的政治阻碍而压抑已久的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合作的这样一种动力。我想也充分的表明中洪关系是具有高度的这样一个互补性的。今年3月26号，中国与洪都拉斯正式建交，洪都拉斯由此成为中国的第182个建交国。洪都拉斯属于中美洲的北三角国家，长期以来被美国视为后院中的后院。美国此前试图阻止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此后又抹黑中国未兑现承诺。但卡斯特罗上任冲破美国压力，顺应历史大势，宣布与中国建交。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南美洲国家不顾美国的压力和反对，寻求更加独立自主的政治选择。在洪都拉斯外长雷纳看来，中国在拉美朋友圈不断扩大，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而出现的正常趋势。新华社9号刊发对雷纳的专访，雷纳表示，与中国建交只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自然选择。我想这充分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就是即便是在曾经台湾当局的所谓的邦交国连成片的中美洲地区，那么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原则也是已经深入人心的。即便是在美国影响力很大的中美洲地区，发展与华关系也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地区共识。值得一提的是，雷纳还特别提到洪都拉斯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向往。雷纳表示，洪都拉斯位于中美洲北部，在全球交通、经贸方面地位重要，相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帮助洪方找到发展、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新机遇。这不仅能造福洪人民，更有助于实现世界联通。澳大利亚启动了2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全面军事评估。这项评估将其国家安全重点转向远程攻击能力和在本土制造武器。这也意味着澳大利亚将要进行2战后最大规模的武器调整。
而近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报告称，中国在一些关键军事技术的研究遥遥领先，以至于美国和主要盟友可能永远赶不上。该报告与其背后的美英澳联盟正在推动的极具争议性的核潜艇合作有何关联？来看看报道。该报告称，美英澳的奥库斯协议将23项军事技术列为优先发展对象。通过对200万篇论文的分析，在其中19项上，中国拥有领先优势，包括超音速、电子战和关键的海底能力。在高超音速领域的10个领先研究机构中，有9个位于中国。此外，10家水下无人潜航器顶级研究机构均在中国。该智库借此渲染中国威胁，并向奥库斯献策称，中国的领先优势如此突出，未来可能主导这些领域的技术突破，因此西方盟国必须共享这些研究成果。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还表示，希望上述报告得出的结论能推动澳英美3国技术合作扩大到日本等其他国家。那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他这一番言论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澳政府抛出他这个国防战略大转变的这个大背景。他有什么新观点吗？我感觉也谈不上，无非就是中国威胁论再次炒作而已。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3月，该研究所还发布过另一份报告，渲染称，中国在44项最关键和最新兴技术中，有多达37项以惊人的方式领先于全球，包括国防、太空、机器人、能源、环境、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甚至说，西方民主国家在全球研究竞争中失利，以此来敦促各国政府加大研究投资。而就在 ASPI 发表新报告的同时，澳大利亚官方发表了新的国防安全评估报告，称这是对澳应对新威胁的军事准备情况的全面检查。评估强调要加快采购远程导弹和在本土生产弹药，同时推进 F-35A 联合攻击战斗机和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升级，以便使用一系列海上攻击武器。分析指，曾经以领土防御为重点的国防战略已经无法满足澳大利亚的野心。澳大利亚希望在所谓敌人到达海岸线之前就威慑他们。为了这一目标，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组成3边军事联盟奥库斯，并在稳步推进具有高度核扩散争议的核潜艇合作计划。在刚刚结束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奥斯汀曾向与会者推销美英澳核潜艇联盟，大讲特讲奥库斯对于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作用。不过，东盟地区主要国家对奥库斯企图将核潜艇引入本区域都十分警惕。印尼和马来西亚皆表示反对。柬埔寨首相洪森6月5号在发表演讲时指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正成为东盟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洪森认为，东南亚地区是无核武器区，东盟国家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洪森警告说，这是一场危险的军备竞赛的开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号表示，美英澳3边安全伙伴关系及其核潜艇合作制造核扩散风险，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损害南太无核区条约，破坏东盟国家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如果3国一意孤行，必将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完整性、权威性和有效性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冲击，也会刺激其他无核武器国家效仿，把地区变成军备竞赛的演武场。这种把自身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给别国制造安全焦虑的做法，极其不负责任，也十分危险。6月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6月理事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在中国推动下，机构连续第8次以政府间讨论的形式审议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揭批3国核潜艇合作实质，强调该问题的复杂性、争议性，呼吁各方共同推动机构框架内的政府间讨论进程，以实际行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北约下周将在德国等国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中军事演习，名为“空中卫士2023”，共计25个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友国参加，集结大约1万名士兵和大约250架飞机。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北约频繁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向俄罗斯秀肌肉。另外，日本自卫队也将首次前往参演。北约亚太化危险趋势值得警惕。空中卫士2023将于本月12号至23号举行，通过模拟成员国遭受袭击时，北约该如何反应，来优化参与国之间的合作，展示北约军事力量。根据德国联邦国防军的说明，此次演习主要在德国领土上进行，与俄罗斯接壤的爱沙尼亚和乌克兰接壤的罗马尼亚的领空也可能被使用。此次演习规模大，上场武器多。届时，来自25个国家的1万名士兵、250架飞机参与其中。4月刚加入北约的芬兰，以及欲加入北约的瑞典，还有非北约成员国的日本也将参与这次演习。演习期间将进行约2000次飞行，大部分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上空。B-1战略轰炸机、F-35战斗机和 MQ-9死神无人机都将现身。此外，本次演习与美国主导的另一个名为“欧洲捍卫者2023”演习时间存在重合。据了解，约9000名美军士兵和100架美国军机分别参与欧洲捍卫者2023演习和空中卫士2023演习。分析人士指出，美军强势参与2场演习，意在强化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展示美国对北约和欧洲的领导力。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北约频繁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也被认为向俄罗斯秀肌肉。北约在这些年的军演都是靠近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或在加里宁格勒附近，这次可能也不例外。协调此次演习的德国空军中将格哈茨声称，希望借演习向俄罗斯表明，北约领土是我们的红线，我们准备保卫每一寸领土。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演习以俄罗斯攻击北约国家等情况为假想背景，模拟从美国向欧洲运送大批部队与装备，以及演练如何填补因空中防御缺失而造成的欧洲安全漏洞。演习的基础情景是敌人在攻击中占领了德国罗斯托克港，这将触发北约第5条共同防御条款。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乌克兰正在发动所谓的反攻。那么在这个大反攻的形势之下呢，北约组织集中大量的兵力搞这个演习，就是以拉高战备拉高这个现在的整个部队的集结程度。通过这个呢，对于俄罗斯多方向去牵扯俄军的兵力。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自卫队将第1次参加空中卫士演习，而去年曾传出过2次日本自卫队参加北约军演的报道。这意味着日本正走在向北约靠拢的危险之路上。此次演习主要目的是要演练美军的敏捷作战新概念。日本参与演习可能正是看中了这一概念。敏捷作战概念来自于美国空军于2015年发布的空军未来作战概念2035，意思是面对作战时能够迅速生成多个应对方案，并根据情况快速调整，以灵敏快捷的整体作战赢得胜利，避免出现过大伤亡。为达到这个目的，不仅战斗人员要保持机动灵活，武器装备的研制、定型、采购也要采用统一标准。北约成员国以及日本的空中武器装备多为美制，利用此次军演，美军可以大力推广敏捷作战概念，验证其盟友现有空军装备和实操能力，加强战场情报共享的新动作。为达到这一目的，此次军演对模拟实战极为重视。据德国空军发言人早前透露，演习大部分科目将采取红蓝对抗形式进行。美军也称，红蓝双方将进行无限制格斗，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被击败。所以呢，这种跨洲际的兵力投送这一点需要敏捷作战的这个概念然后由这个概念引申出来进行大量的演练。其实呢，在欧洲方向的这些训练也是在为印太和亚太方向作战做它这个军事上的准备。所以呢，我们也不可不为之警惕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司令迈克尔·洛声称，北约空军希望将这次演习的经验应用到世界各地，包括太平洋地区。早在2019年3月，美绕空军就举行了首次敏捷作战演习，演练在前沿简易机场如何快速部署空中力量。此后，日本自卫队又多次参加了美军印太司令部主导的敏捷作战演习。
积极配合美军按敏捷作战部署，调整军力军火部署。那日本参加这种演习啊，它的政治上和军事上啊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可以说是值得我们防范的。那一个呢是这个日本啊，它要参加这种演习，它是融入到这个北约组织体系之中去的而且呢这个是美国授意之下，美国呢是有一定的压力推动着日本在做这个事情。近几年，日本已经与北约越走越近。日本媒体此前报道，北约计划未来1年在日本设立办事处，并将该办事处作为联络处使用。日本外相林芳正6号证实，关于北约在日本设立办公室一事，北约成员国内部正在进行协商，目前不做预判。北约扩张一直采取2种模式，一种是硬扩张，不断吸收成员国；另一种是软渗透，即在有关国家以设立联络处的形式，强化北约在大西洋两岸传统区域之外的影響力与执行力。一旦北约日本互设聯絡處，一個變相的亞太版小北約就會悄然成型。NATO はね、軍事同盟ですから、日本は憲法9条で絶対に戦争をしないと世界に宣言した国ですから、それがヨーロッパの軍事同盟である NATO と闇雲に接近したり闇雲に手を握ることは良くないです。不过，北约在亚太设前哨站遭到法国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公开表示，反对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北约应该继续把关注点放在北大西洋地区。马克龙还进一步表示，如果我们推动北约扩大势力范围和地理范围，我们将铸成大错。今年4月，马克龙在访华之际就曾公开表示，欧洲不应该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北约内部高层人士则认为，马克龙之所以反对北约在东京设立联络处，是因为担心如果与中国关系恶化，会在外交和贸易领域给法国造成负面影响。有分析认为，设立新的北约联络处需要北约最高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的一致支持，而法国的反对有可能导致北约日本联络处计划暂时流产。但是，如果北约领导人和绝大多数成员国执意坚持，北约日本互设联络处的计划也还是有可能最终实现。那目前呢，这个北约所谓的亚太化，其实呢是美国一直在助推的。他希望呢在地球的两边把北约组织和亚太的这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都捏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反华和反俄的这种联盟。美国呢国内的政治力量正在触动这样政治上的巨大变化。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北约空中卫士23军演大动干戈，想要终结俄乌战事吗？我想要了解北约这次演习的目的，我们先来捋一捋几个关键词。一是演习的时间，正好是在俄乌战事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而且时间跨度长达10天。二是演习的地点，以德国为中心，向东扩展到俄乌边境。三是规模不仅为北约历史上最大，而且美国还动用了 B-1战略轰炸机、F-35战斗机等大杀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演习之前，俄乌战事正处于陡然升级的过程当中。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在乌克兰正式发动大反攻之际，卡夫夫卡水库大坝突然被炸，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和环境灾难。这一事态发生之后，一些北约国家扬言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中远程进攻型导弹。美国则放风说，不排除会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本土，甚至还有一些东欧国家声称，他们将绕过北约，直接向乌克兰境内派兵参战。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北约这次举行大规模的空中联合军事演习，一方面是为了安抚一些情绪激动、蠢蠢欲动的北约国家，以统一北约的行动步调；另外一方面，这是为了向乌克兰发出放心大胆去反攻，有我北约在背后撑腰的信号，同时也再度向俄罗斯发出不得将战事升级为核战争的信号。那对于日本也派出自卫队第一次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一事，您又是如何看？确实，作为已经是北约成员的芬兰参加这次军演无可厚非。同时，即将获得土耳其放行加入北约的准成员瑞典加入演习，也还说得过去。唯一感到突兀的就是远在太平洋西岸，不仅不是北约成员，
而且正受到本国和平宪法第9条约束的日本的加入。我认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加北约空中卫士军演，不仅仅是在向北约套近乎、递交投名状，为接下来将北约引进亚太，让北约在东京设立办事处做准备，而且是另有其他目的。根据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司令空军中将迈克尔·洛的说法，这次军事演习为的是未来可以让盟军在几个小时而不是几个月内，在远至韩国或是日本的地方实施类似的部署。这背后透露出的信息就是，一旦北约直接下场对俄罗斯宣战，那不仅北约盟军会从西面，也就是欧洲方向向俄罗斯发动进攻，而且日本、韩国以及美国驻扎在日韩的美军还将从东面，也就是从东北亚方向向俄罗斯发动进攻，形成东西两面夹击的效应。也就是说，我预判日本这次参与北约空中卫士23大规模空中联合军演，是在为将来一旦开战从东面进攻俄罗斯来做准备。当然了，对于日本来说，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如意算盘，也就是一旦参与了北约对俄罗斯的战争，北约势必会对其投桃报李，把2战后被苏联占领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方所说的北方四岛，归还给日本。除此之外，北约也有可能会将加里宁格勒归还给德国，作为对德国的奖赏。我想啊，这就是近来流传出这样一则并非是空穴来风的消息：在俄乌战事结束之后，可以由日本与德国代替俄罗斯向乌克兰进行经济补偿，而俄罗斯则将部分领土归还给德国与日本的原因。所以啊，当前很多跟俄罗斯存在领土主权纠纷的，或是有历史过节的国家，都在暗中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你的观点，谢谢。